美菲即将在南海开启联合巡逻，并且还是那些和我国有着争议的地区，甚至有美军上将宣称，如果我国敢阻拦的话，那么美军将会动用武力来为菲律宾撑腰。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美国和菲律宾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是结束了，但是美菲并没有停下搞事情的脚步，打算效仿解放军针对台岛的行动，在军演结束后进行联合巡逻。对于美菲之间在南海的联合巡逻，其实早在3月初就有消息传来。当时除美国、菲律宾之外，澳大利亚、日本也有意加入到这次的队伍中。不过日本方面对此事十分谨慎，并没有就此活动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。而澳大利亚就不一样了，在针对中国这件事上，澳大利亚一向都喜欢凑热闹，无论是派巡逻机来南海侦察，还是派军舰跟着美军航母来南海秀存在感，都少不了澳大利亚的参与。因此，根据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·罗穆亚尔德斯透露的消息，美菲在南海的联合巡逻最晚在第3季度开始，也就是说，最多也就3个多月时间，美菲就要在南海开展联合巡逻。对于联合巡逻的地点，不用多说，大家也能知道是专挑那些和我国有争议的地区。像上月美菲军演的闭幕式，就是动用海马斯火箭炮击沉一艘靶船，而这艘靶船的位置就在面向黄岩岛的方向上。黄岩岛又是我国领土，在我国领土周边开火击沉一艘靶船，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故意找事儿吗？像黄岩岛虽然被我国实控，但以前也被菲律宾控制过一段时间。失去黄岩岛的菲律宾时刻都想重新占据这座岛礁，但奈何每次都被我国海警给驱逐。之前的黄岩岛周边击沉靶船，可不就是想击沉在黄岩岛的中国海警船，然后重新夺取这座岛礁的控制权。既然是在那些和我国有争议的地区进行联合巡逻，无论是我国海警还是海军，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，就必然会对对方进行阻拦。在这时，问题就来了，如果对方不听劝告，依旧进行巡逻，那我国海警和海军必然要采用强制手段阻拦。海警的话还有水炮可以动用，不至于造成杀伤，闹得太大，大家都不好收场。海军可不同了，除了导弹外，能动用的只有机炮和舰炮了，动用这玩意儿可就不好收场了。而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的第4条，任何一方在太平洋地区遭到的武装攻击，都可能危害到自身的安全与和平，所以可以根据宪法程序采取相应行动，共同应对威胁。以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来看，与其说是共同应对威胁，还不如说是叫了美军这个保镖来帮菲律宾解决威胁。在这之前，如果海警船对菲律宾方面采取强制手段的话，并不会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。但是在上月底，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菲律宾海警、公共船只、飞机遭袭都纳入到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中的第4条。也就是说，菲律宾的巡逻船只遭到撞击、水炮射击都能够触发这一条约，美军就能够根据这一条约进行军事部署来保卫菲律宾。在这时，菲律宾对美军开放的9大军事基地用处就有了。在这之前，菲律宾禁止了驻菲美军的存在，所以对美军开放的基地全部关闭。就算是美军想要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，出兵帮助菲律宾，也需要从其他地方调集兵力，千里迢迢的过来才行。等过来了，恐怕黄花菜都凉了。有了这9大军事基地后就不同了，这9大军事基地分布均匀，要么在台海周边，要么就是南海的进出口，让美军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大量兵力投送到前线帮助菲律宾。有了条约的保护，再加上对美军开放的9大基地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缪尔·帕帕罗还做出了承诺，称如果菲律宾对仁爱礁上的船进行补给时遇上中国拦截的话，那么美军就会出兵帮助菲律宾。等于是说，菲律宾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背后有着美军撑腰。
至于这种所谓的联合巡逻有没有用，大家也是知道的。菲律宾有了美军在背后的撑腰不怕了，可不代表我国就怕了美国了。解放军这几年来在南海和美军这么多次对峙，哪次吃了亏？美军自己和解放军对峙都吃了亏，到时候身为盟友的菲律宾想要美军帮忙找回场子，难道美军就能找回场子吗？等到时候联合巡逻开始了，菲律宾被人给揍了，或许才能知道美军到底能不能帮自己出头。